我是当朝的皇后，本应该享尽荣华富贵，殊不知皇帝是一个十足的抠搜男，我实在忍受不了如此清贫的日子，于是开启了我的刺杀计划。御膳房的铜炉上，芙蓉酥在油锅里滋滋作响，金黄的油花溅在雪白的瓷盘边缘。我捏着帕子站在灶台前，看着小桃把那包从贤妃手里花50两银子买来的鹤顶红倒进去，指尖微微发颤。娘娘真要放这么多？小桃的声音发紧，银簪子上的珍珠随着她的动作晃悠。听说这玩意见血封喉，万一什么？我抢过她手里的油纸包，把最后一点粉末抖进面团里，放少了像前几次一样，她喝下去跟喝糖水似的，白费我3个月前第34次了。从镇酒到砒霜，从断肠草到千机药，周晨那厮就像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每次都能面不改色的咽下去，转头还笑眯眯的夸我厨艺长进。娘娘，您说皇上是不是练过什么内功？小桃往炉膛里添了快看，火星子溅出来，映得她脸上满是困惑。上次那碗掺了8豆的绿豆汤，她喝完整整批阅了一页奏折，屁是没有。我没说话，心里却把周晨的18代祖宗骂了个遍。想我徐娇娇将军府嫡女，出嫁前乃日不是燕窝漱口绸缎裹身，自从嫁了这个抠门皇帝，别说胭脂水粉按两算，就连每季的新衣都要按位分定量。这皇后当的比将军府的3等丫鬟还憋屈，要不是为了早日当上皇太后，谁耐烦伺候这铁公鸡？我把炸好的芙蓉酥码进描金盘子里，酥皮上撒的白糖在阳光下闪得刺眼。等瑞儿继位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御膳房改成金的。小桃捂嘴偷笑，刚要说话，就见太监总管阿福的影子晃过月亮门。我赶紧端起盘子，理了理凤袍上的褶皱。这凤袍还是上个月周晨大发慈悲，让绣坊用染金的线缝的，远看金灿灿，近看能瞧见线头的灰底色。御书房里，周晨正趴在奏折堆里写画画，明黄色的龙袍袖口磨出了毛边。我刚把盘子放在案上，就见他抬起头，那双据说迷倒万千贵女的桃花眼弯成了月牙。娇娇亲手做的，陛下日理万机，臣妾想着给您补补。我笑得像朵盛开的牡丹，心里却在数他今天会不会像往常一样让阿福先试毒。果然，周晨掂起一块芙蓉酥，突然朝我递过来。爱妃辛苦，先替朕尝尝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那酥皮上的芝麻粒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鹤顶红的苦味仿佛已经钻进喉咙。小桃在身后拽了拽我的衣角，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这要是真毒死了皇后，皇上怕是要普天同庆，陛下喂的臣妾自然要吃。我硬着头皮张嘴，牙齿刚碰到酥皮，就听见周晨轻笑逗你的。他把芙蓉酥塞进自己嘴里，嚼得咔嚓响，末了还咂嘴。这桂花味挺特别，娇娇在哪买的糖霜？桂花味？我愣了愣，明明放的是芙蓉花蜜，哪来的桂花？周晨见我发傻，伸手刮了下我的鼻子，难不成放了什么不该放的？我吓得魂飞魄散，结结巴巴的辩解，没有，许是灶台飘来的味儿。他没再追问，低头继续批奏折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一整盘芙蓉酥一个一个减少，心里的疑惑比恐惧还甚。贤妃那50两银子，该不会买了包桂花糖粉吧？刺杀计划屡屡失败，我决定用最毒的鹤顶红来毒死皇帝，没想到毒计跑偏了。周晨把最后一块芙蓉酥咽下去时，我正盯着他的喉结发呆。按理说，鹤顶红这会儿该发作了，可他不仅脸不青唇不紫，甚至还打了个带着桂花香气的饱嗝。陛下，臣妾身子不适，先回宫了。我转身就想溜，万一这毒是慢效的，见我一身血可不好。急什么？周晨把朱笔一扔，朝我招手。御花园的昙花开了，陪朕去瞧瞧。我磨磨蹭蹭的跟着他走，心里把贤妃骂了100遍。50两银子啊，够我买2盒上好的胭脂了，就这么打水漂了。路过回廊时，我瞥见假山后闪过一片明黄色的衣角，那料子那绣工，分明是太医院的官服。我拽了拽周晨的袖子，陛下那边好像有人。周晨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许是阿福找的太医，怕朕夜里着凉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不成他知道我下毒了？可瞧他这模样，又不像要兴师问罪的样子。到了养心殿，周晨突然转身把我堵在门后，龙涎香混着他身上的墨味扑过来，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脑子里飞速盘算着，是承认错误求原谅，还是假装晕倒耍赖？娇娇这几日好像瘦了，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，指尖的温度烫得我心慌，是不是昆宁宫的厨子手艺不好？没有，我赶紧摇头，臣妾就是最近没胃口。他低笑一声，突然凑近，那今夜留在这里，朕让御膳房给你炖燕窝。我吓得差点咬到舌头，谁不知道养心殿的燕窝是按勺分的，多喝一口都要记账。陛下，臣妾还是回昆宁宫吧。我往后退了半步，脚下却踢到了门槛。再说昆宁宫的被褥该晒了。周晨挑眉是该晒了，免得又藏着银针。我的脸疼得红了。上个月我让小桃在被子里缝了3根银针，结果她硬是在软榻上坐了一夜，第2天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想学吕雉。陛下说笑了，我干笑着，心里却在哀嚎，这杀千刀的怎么什么都知道。夜里躺在养心殿的偏榻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周晨的呼吸声从外间传来，均匀的像钟摆。我悄悄爬起来，想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中毒。刚走到屏风前，就见他突然睁开眼，睡不着。我吓得差点坐到地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臣妾渴了。”他指了指桌上的茶壶，自己倒。我端着茶杯，看着他月光下的侧脸，突然觉得这皇帝也不是那么讨厌，至少他长得好
小看，比将军府那些歪瓜裂枣强多了。想什么呢？周晨突然开口，吓了我一跳。没想什么，我把茶杯放下，转身就想跑，却被他拽住了手腕。他的手心很热，带着常年握笔的薄茧。娇娇，下次下毒记得放点糖，上次的砒霜太苦了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嘴里却硬撑着。陛下，您听错了，臣妾怎么会？要不要朕把阿福叫来对质？他挑眉眼里的笑意像藏了星光。上次你买的断肠草，还是朕让他给衔飞的。我的脸彻底垮了，感情我这34次下毒，全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演戏。南蛮刺客送助攻，本以为心愿即将实现，没想到杀父计划再次跑偏了。南蛮使节来访的前一夜，我正对着那身绣了金线的凤袍发愁，小桃拿着镊子把那些染成金色的棉线一根根挑出来，气得嘴都歪了。那您看这线头都发黑了，哪像真金线？周晨那铁公鸡能给我用染线就不错了。我把凤袍扔到一边，等宴席结束，我就把这破衣服当柴烧。正说着，贤妃先莲进来，脸上的胭脂都花了。娘娘，南蛮使节带了舞女，说是要给陛下献艺，献艺就献艺，你慌什么？我拿起一块杏仁酥塞进嘴里，难不成他们还能在宴会上行刺？贤妃的脸刷得白了。娘娘您怎么知道？我嘴里的杏仁酥差点喷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真要行刺？奴婢也是听侍卫说的。南蛮王女偷偷带了软剑。贤妃抓着我的手，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。娘娘您可得小心，听说他们的目标是陛下。我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如果周晨死在刺客手里，瑞儿就能顺理成章继位，我就能当上皇太后，再也不用看这铁公鸡的脸色了。慌什么？我拍了拍贤妃的手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有本宫在，定能护陛下周全。宴席上，我穿着那身假金线凤袍，挽着周晨的胳膊坐上主位。南蛮舞女鱼贯而入，领头的那个眼波流转，腰肢软得像面条。我盯着她腰间的玉佩，那里鼓鼓囊囊的，分明藏着东西。周晨突然凑到我耳边，娇娇，你那眼神像是要把人吃了。陛下说笑了。我端起酒杯挡住嘴角的笑，臣妾只是觉得他们舞跳得好。舞曲进行到一半，领头的舞女突然一个旋身，软剑唰的从袖中滑出，直刺周晨的胸口。全场一片尖叫，我却条件反射的拔出藏在袜子里的匕首，是为了救他，是怕剑气伤着我新买的凤袍。匕首飞出去的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这要是真把刺客杀了，我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可已经晚了，匕首精准地刺穿了舞女的喉咙，她瞪着眼睛倒在地上，鲜血溅到了周晨的龙袍上。保护圣驾，阿福的公鸭嗓划破夜空，锦衣卫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，瞬间把刺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爹提着大刀冲上来，3下5除2就解决了剩下的刺客。周晨站在一片狼藉里，低头看着龙袍上的血渍，突然朝我看来。皇后好身手。我干笑着收起剑，陛下谬赞，臣妾只是运气好。他没说话，转身去看那个被活捉的刺客。我跟在后面，心里把自己骂了10000遍，到手的皇太后之位就这么飞了。审讯刺客的时候，我故意站得远远的。周晨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突然说：“皇后好像不太舒服，许是吓到了。”我捂着心口，演技逼真的能拿戏台子的头牌。臣妾先回宫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周晨慢悠悠地说：“把皇后的匕首拿来，上面好像沾了什么东西。”我吓得一个趔趄，那匕首上不仅有刺客的血，还有我早上不小心蹭到的鹤顶红粉末。完了，这下全暴露了。我硬着头皮回头，却见周晨拿着匕首，对阿福说：“这匕首磨得挺锋利，赏给侍卫吧。”阿福愣了愣，接过匕首退了下去。我看着周晨的背影，突然觉得这皇帝的心眼比筛子还多。如妃进宫的那天，我正在坤宁宫翻箱倒柜，小桃抱着个匣子跟在后面，里面装的全是我这些年攒的宝贝，从周晨扣下的大臣玉佩到各宫嫔妃送的金银首饰，满满当当塞了一箱子。娘娘，如妃求见。太监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我赶紧把匣子锁好，塞到床底下，让他进来。如妃穿着南蛮的织锦裙，裙摆上的银饰叮当作响。她给我请安时，我注意到她袖口绣着的毒花，那是南蛮特有的断肠草，据说沾到皮肤就能让人麻痹。妹妹远道而来，本宫也没什么好东西，我让小桃端来一碟杏仁酥，尝尝这个，京城里最好的铺子做的。如妃拿起一块，小口小口的吃着，眼睛却瞟向我床底下的方向。我心里冷笑，还想打探消息。姐姐听说您一直在找好东西。如妃放下糕点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妹妹在南蛮时学过一些调制香料的法子，或许能帮上姐姐。我心里一动，南蛮的毒术天下闻名，说不定她真有能弄死周晨的好东西。妹妹有什么好法子？我故作好奇给她续了杯茶。如妃凑近了些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有一种花粉无色无味混在汤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天天盼着如妃的好东西，直到第7天傍晚，她才偷偷摸摸地送来一个青瓷瓶，这里面的粉末只需一点就能让成年男子。如妃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，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当场就赏了她一对金镯子，那是周晨上次从吏部侍郎那借来的，我一直没舍得戴。当晚我就拉着小桃在厨房忙活，鸡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我把整瓶粉末都倒了进去，边倒边念叨：“周晨啊周晨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”小桃在旁边
扇着扇子，突然说：“娘娘会不会太多了？”“不多不多。”我舀了一勺汤闻了闻，香气扑鼻。它那么壮，不多放点开窍不了。好的时候我突然馋了，这鸡汤闻起来比御膳房做的还香，说不定如妃家的不是毒药，是提鲜的香料呢。娘娘不可！小桃想拦我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我舀了一勺汤，刚喝下去，就觉得五脏六腑像着了火，疼得我在地上打滚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快传太医！我抓住小桃的手，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周晨正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那个空了的青瓷瓶。他见我睁眼，突然笑了。醒了感觉怎么样？你怎么在这？我嗓子疼得像被砂纸磨过。你的小桃把宫里所有太医都请来了。周晨把瓶子扔到桌上，南蛮的7日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这才知道，如妃给的根本不是毒药，是能让人昏迷7天的迷药。而我因为喝得太多，差点把自己送走。你就这么想让朕死？周晨的眼神突然变得认真，是不是朕哪里做得不好？我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，突然有点愧疚。这些年他虽然抠门，却从未亏待过瑞儿，对我也还算过得去。不是我别过脸，就是觉得当皇后太无聊了。周晨突然低笑起来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等你好了，朕带你去御花园放风筝。我愣住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带我玩。高兴地说道：“真的。”真的。他点头，眼里的笑意像藏了阳光。不过风筝得你自己做，材料费从你月钱里扣。果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躺在病床上的第7天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想毒死周晨比登天还难。小桃端来药碗时，我正盯着床顶的帐钩发呆。那帐钩是纯金的，还是我嫁过来石将军府陪送的？如今成了坤宁宫里唯一值钱的东西。那贤妃来看您了。小桃的声音带着点心虚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自从上次如妃的7日醉事件后，我就没见过贤妃，该不会是她告的密吧？贤妃进来时手里拎着个食盒，她笑得比蜜糖还甜。姐姐好些了吗？妹妹给您炖了燕窝，托你的福还没死。我没好气地说，眼睛却瞟向她的食盒，那里面的燕窝看着比御膳房的多1倍。贤妃把燕窝盛出来，递到我面前，姐姐别生气，上次那鹤顶红哪还有脸提？我打断她，50两银子买了包桂花糖粉，你当我是冤大头？贤妃的脸刷得白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姐姐饶命，都是陛下逼我的。我愣住了周晨。贤妃哭哭啼啼地说，陛下说您总想着下毒，不如让我配合您，一来能赚您的银子充实国库，二来也能让您解闷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感情我这34次下毒，全是周晨策划的一场戏。他还说，贤妃擦了擦眼泪，每次你买毒药的钱，他都和我们82分成，82分成。我气得差点把燕窝碗摔了。我花了300多两银子，你们就分我60两。贤妃吓得瑟瑟发抖。姐姐息怒，小桃分的比我们都多，她光传消息就拿了1成。我猛地看向小桃，她低下头小声说，娘娘奴婢也是被逼的，陛下说给的银子够您买2盒胭脂了。我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又晕过去。合着我身边最信任的2个人，早就被周晨收买了。周晨呢，让他给我滚进来。我对着门外大喊，声音嘶哑。周晨进来时手里还拿着奏折，他见贤妃跪在地上，明知故问这是怎么了，才有脸问我，指着他的鼻子，你骗我的银子，还让他们合伙骗我，你是不是人？周晨把奏折放下，走到床边坐下，突然笑了。娇娇，你知道你那300多两银子去哪了吗？去哪了？我没好气地说，上个月南方水灾，朕用那些银子买了粮食，救了不少百姓。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认真，你总说朕抠门，可这些银子花在该花的地方不好吗？我愣住了，他不说我还忘了，上个月周晨确实连着半个月没睡好，天天在御书房批奏折到深夜。可是我还想辩解，却被他打断了。等你好了，朕带你去南巡，让你看看那些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。周晨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朕为什么要抠门了。我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，突然觉得那些被骗的银子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坤宁宫的窗棂上糊着新换的窗纸，阳光透过纸面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正对着周晨派人送来的账本发愁，指尖划过3月初3皇后购买鹤顶红50两的字样，气得差点把账本扔到炭盆里。合着我这大半年的月钱，全成了国库的特殊收入。二臣给您请安。10岁的周瑞走了进来，手里捧着个锦盒，眉眼间已有了几分周晨的影子，只是少了那份算计，多了些少年人的清澈。瑞儿来了，我把账本藏到枕头下，挤出个笑脸。今天太傅留的功课难不难？不难。周瑞把锦盒放在桌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些切成小块的蜜饯。儿臣路过御膳房，见新做了些清幸府，想着母后爱吃酸的，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，心里的火气消了些。这孩子自小被太傅教的规矩，就是跟我不亲近，不像别家母子那样黏糊。对了，母后，周瑞突然开口，儿臣昨日做了篇关于扩充国库的策论，想请母后过目。他从袖中掏出一卷纸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纸上的字迹工整有力，写的竟是如何从世家贵族手中募集资金，字里行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老练。你这想法倒跟你父皇如出一辙。我笑着答去，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小小年纪就琢磨这些，未免太早熟了。周瑞却突然跪了下来，母后，儿臣知道您一直觉得父皇吝啬，可儿臣上个月跟着父皇南巡，才知道百姓过得有多苦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睛红了一圈。有个妇人丈夫死在了战场上，她带着3个孩子，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
里捡别人收剩下的稻穗，手指被倒茶划的全是口子，就为了凑够给朝廷的纳粮，他把最小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当童养媳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呼吸都滞涩了。这些事周晨从未跟我说过，他每次南巡回来，只会跟我念叨哪个世家又藏了多少银子，哪个官员的轿子用了金丝楠木，还有个瞎眼的老爷爷。周瑞抹了把眼泪继续说，他年轻时在矿上砸坏了腿，只能靠替人拉牛车过活。老陈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裤腿都磨破了，血和泥粘在一起。父皇说他抬起头，眼里闪着水光，世家贵族就算少几两银子，也照样锦衣玉食，可百姓要是少了那点粮，可能就活不过冬天。我看着儿子认真的脸，突然想起周晨批奏折的样子，他总是趴在那堆奏折里，眉头皱得像个疙瘩。有时候阿福端来的点心放凉了都没动。有次我半夜起夜，还看见御书房的灯亮着，窗纸上映着他弯腰写字的影子。母后您别怪父皇了。周瑞抓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心还有点汗。上次您误食毒药，父皇守了您3天3夜，连早朝都免了。太医说您可能醒不过来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关在御书房，连阿福公公都不让进。我愣住了，我还以为他那天是来看我笑话的。还有您说想吃城南那家铺子的糖糕，父皇让侍卫跑了20里地去买，回来还跟您说是御膳房做的，就怕您嫌他浪费。周瑞越说越多，把周晨那些偷偷摸摸对我好的事全抖了出来。我心里又酸又涩，那个抠到连凤袍都用染金线的男人，竟然也会为了我破例。我摸了摸周瑞的头，好了，母后知道了，你父皇他是个好皇帝。周瑞笑了，从怀里掏出颗蜜饯塞进我嘴里。太傅说，母后吃了甜的就不生气了。蜜饯的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我突然觉得那些被周晨扣下的银子，那些被他骗走的月钱，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。我把他拉起来，等你父皇下朝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御膳房，我给你们做芙蓉酥。周瑞的眼睛亮了起来，真的吗？儿臣听说母后做的芙蓉酥比御膳房的还好吃。那是自然，我笑着说，心里却在盘算，这次可不能再放错料了。至于杀死皇帝的108种方式，或许可以先放一放，毕竟能把抠门这件事做得如此惊天动地，还能让儿子这般维护的皇帝，大概也只有周晨一个了。身体好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日子变得无聊起来，不用再想怎么毒死周晨，每天除了赏花就是看戏，简直比坐牢还难受。我坐在廊下的美人靠上，手里捏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画本，打了个哈欠。娘娘，这都第3遍了，你还没看腻啊？小桃端来一碟冰镇酸梅汤，看着我手里的霸道王爷爱上我，嘴角抽了抽，这王爷动不动就本王要了你，也太吓人了。我接过酸梅汤，舀了一勺含在嘴里，可不是吗？比起这个周晨那句赏你30大板，都算温柔的了。自从放弃毒死周晨的念头，日子突然变得寡淡如水。后宫的嫔妃们忙着争宠，前朝的大臣们忙着被周晨克扣俸银，只有我成了整个皇宫最闲的人。娘娘，您不如自己写一本。小桃突然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您看那些画本写的，还没您平时跟我说的宫里趣事有意思呢。我心里一动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说干就干？我找出周晨上次罚没的宣纸，据说是哪个大臣用公款买的，质地细腻的能印出人影。又让小桃去御书房借了几支上好的狼毫笔。第一个故事的名字，我想了整整1下午。皇帝陛下和他的大太监总管，素材简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周晨让阿福把奏折上的金粉刮下来重笼，说不能浪费。阿福偷偷把御膳房剩下的红烧肉藏起来，半夜给周晨当宵夜。周晨发现后，罚阿福抄节俭论100遍，自己却吃得比谁都香。我写的兴起，连饭都忘了吃。小桃在旁边给我研墨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奶奶，您这写的也太像了，尤其是陛下说阿福你又偷吃那段，跟真的一样。那是我得意的扬了扬下巴，本宫可是亲眼所见。写了整整3天，终于完成了。我让小桃把稿子送到宫外的印书馆，本来没抱什么指望，没想到3天后，小桃抱着个沉甸甸的钱袋跑回来，脸都笑圆了。那火了，您的画本火了。钱袋里装着足足50两银子，还有几张订单，说是京城里的书坊都来要货，连我爹都托人带话，让我给他留10本，说是要送给老战友开开眼。没想到写这个这么赚钱，我数着银子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早知道当初就不当皇后，去写画本了。正美滋滋地盘算着下一本写什么，就见周晨先连进来，手里还拿着本我的皇帝陛下和他的大太监总管。皇后这副业比朕批奏折来钱快啊！他把画本往桌上一放，挑眉看着我。阿福偷吃红烧肉那段写得挺传神，我吓得差点把银子撒地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陛下怎么来了？不来怎么知道朕在皇后眼里就是这么个抠门又爱吃的形象？周晨拿起画本，翻到阿福被罚抄书那段，突然笑了。不过你把阿福写的倒是挺忠心，那是阿福公公本来就忠心。我讨好的说，心里却在哀嚎，完了这下要被算账了。周晨却没提罚我的事，反而拿起笔在宣纸上写了个标题：皇后总想毒死朕。陛下您这是我愣住了，下一本就写这个。周晨把笔递给我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主角就用我们俩，保证比你这本还火。陛下这不太好吧？我试图反抗，传出去别人该说我们皇家没规矩了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周晨坐到我身边，抢过我手里的银子袋，掂量了掂量，稿费朕欺你3怎么样？
凭什么我跳起来？明明是我的主意，就凭朕是皇帝。周晨说的理直气壮，还伸手捏了捏我的脸。再说了，没有朕这个男主角，你写得出来吗？我被他堵得说不出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画本拿走，还不忘叮嘱一句：明天朕来查稿，要是写得不好，就扣你这个月的月钱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这皇帝不仅抠门，还挺无赖。小桃在旁边笑得直捂嘴，娘娘陛下这是想跟你一起写啊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心里却有点甜丝丝的。也许写本皇后总想毒死朕也不错，至少能让周晨多来坤宁宫几趟。窗外的梨花还在落，我拿起笔在周晨写的标题下轻轻画了个小小的笑脸。看来这皇宫的日子也不是那么难熬嘛。坤宁宫的烛火摇曳，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岸上摊着皇后总想毒死朕的手稿，笔尖悬在纸上半天，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。第17章该写，皇后用毒酒毒杀皇帝，反被灌醉了。可看着纸上周晨2个字，我突然觉得这剧情有点荒唐。那个抠到用染金线绣凤袍的男人，那个被我下了34次毒还活得好好的男人，真的会被一杯毒酒放倒吗？在想什么？周晨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，吓得我手一抖，毛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。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，穿着渐月白色的长服，头发松松的挽着，少了些朝堂上的威严，多了点居家的慵懒。没想什么，我赶紧把稿子往怀里塞，却被他一把抽了过去。他倚在岸边慢悠悠地翻看着，嘴角时不时勾起一抹笑意。看到皇后把巴豆掺进燕窝那段时，他突然抬头，难怪那天的燕窝有股怪味，原来是你加了料。我的脸疼得红了，结结巴巴的辩解，那不是没起作用吗？怎么没起作用？他挑眉，朕那天批奏折到半夜，跑了8趟茅房，原来他早就知道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却听见他低笑起来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写不下去了。还没我嘴硬，却把脸别了过去。不知怎的在写那些下毒的剧情，竟有些别扭。周晨放下手稿，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发顶。其实你写的那些事朕都记得。他的呼吸带着淡淡的墨香，拂过我的耳畔。你第1次给朕下毒用的是砒霜，掺在桂花膏里甜的发腻；第3次用了断肠草，熬在粥里苦得像药。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我惊讶地回头，撞进他含笑的眼眸里。因为是你做的啊。他的眼神认真的像在批奏折。朕知道你日子过得委屈，想当皇太后过好日子。可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来，朕想让你当皇后，当一辈子的皇后。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，脸颊烫得像火烧。这个抠门抠到骨子里的男人，说起情话来竟该死的动人。谁要当一辈子皇后？我别过脸，却被他轻轻捏住下巴，强迫我看着他。那你想当什么？他的鼻尖蹭着我的鼻尖，气息温热。想当皇太后也可以，不过得等朕驾崩了。呸！我伸手捂住他的嘴，说什么胡话？他笑着拉开我的手，眼神突然变得温柔。娇，别写那些下毒的剧情了。那写什么？我下意识地问。死我们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，写皇帝和皇后的幸福生活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暖暖的。原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一心想杀死皇帝的皇后早就悄悄变了心。他走后，我听着窗外的鸟鸣，突然觉得这皇宫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。那个曾经让我恨得牙痒痒的皇帝，那个抠门到骨子里的男人，不知不觉间竟成了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